长，我告诉你，天来送到立法院，如果第二预备金为了救灾，第二预备金没过，我抓起来辞掉立委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送了第二预备金，天灾有很立法院过了，你下台。当初您删的这个9000万是公务拨补基金，只要拨补基金的经费被删了以后，根据预算法第22条，我们就不能动支二倍金，除非经过立法院同意。对嘛？所以你留了一步说送立法院，但是立法院不够吗？相对的，就是说我送立法院的话，要多久时间才能通过？包括我们现在的追加预算还躺在立法院。另外，我要跟委员报告哦，天灾的部分是非常急迫的。以去年来讲，我们编27亿，结果最后是75亿，在那里面我们就动支了22亿的预备金，很快的就能够让农民得到一些救助。今年我们编了39亿。你不要误导民众，你现在最直接。我先问你最直接的，没有误导民众。现在救灾的钱有没有不够？你跟我讲，有没有不够？现在这条先讲，现在目前没有不够，但是不够吗？这一次下去一定不够。这次结束以后一定不够。到什么时候风灾再来？而且下次为什么就不够？我跟你来，等一下。我跟你报告哦，部长，你对着全国民众讲，你这是救灾钱有少1毛钱不够吗？我告诉你，有没有这1毛钱不够？对着全国民众讲，现在没有不够，39亿已经花了21亿了。已经这次台湾不算的，已经花了21亿哦。根据过去我们现在32.5亿的粗报，至少我们救助至少要40亿。第一个，现在没有不够，部长清楚讲对，所以不要再造谣钱不够的问题。第二，我刚讲了，我救灾的霸王条款，灾害防救法第57条，所有各级机关的预算，我跟委员报告哦，灾害防救法本身。它是用非常多的，不是只有农业。灾害防救法里面所需要的钱，不是只有给农业部的，包括经济部、包括内政部、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些民防的损失，这些要救助，然后都是灾害防救法。以农业部来讲，是以天然灾害救助基金为主。我不够的时候，我也不能动支其他的基金的部分。基金，您刚才说的基金，我们比去年多，可是相对的，这个基金里面，我们列的是什么？我们列的是对肥料的补助，我们列的是对子女奖学金的一个补助，我们列的是对于所谓的那个贷款的一个现金的差额补助，所以我们增加的经费是有它的用途，不能说随便就来挪来挪去。我砍了那9000万，就是砍那个坏蛋，超私鸡蛋，花我们人民纳税钱5.3亿的。结果全部的基金372，你一定讲说救灾不够，你其他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一直强调粮食要我们要增加公粮的经费，我们在这一次的预算里面增加的也有一部分是粮食的经费，所以每一项我们增加的经费都是有科目的，我们不能说今天救灾的我就挖东墙补西墙。对嘛？我砍了你9000。臭鸡蛋的钱嘛，你为什么说跟救灾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！你那什么关系？你怎么听不懂呢？那个是农业发展基金的这个小基金里面的，你讲的救助基金又是另外一个基金啊。A 跟 B 不一样，你怎么乱凑？这个倒菜都我没倒。我来倒。我告诉你，我再讲最后一次，当你删了公务拨补基金，你只要删了以后，所有的基金就当你经费不够，就不能用所谓的2倍金，除非说经过立法院同意。所以你承认2个基金不一样了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你要讲的是说需要通过用第2预备金要经过立法院，那你就送啊，部长。我告诉你，天来送到立法院，如果第2预备金为了救灾，第2预备金没过，我抓起来辞掉立委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送了第2预备金，天灾有立法院过了，你下台。